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啦？面包、蛋糕还有三明治，你选一个。选一个呀，是你最爱吃的蛋糕啦。怎么啦？护士，能来看一下吗？啊，来了。怎么了？我再说一遍啊，目标是同心医院附近步行20分钟以内路程的2手房，最好有装修。好，就这么说定了啊！明天争取把你说的3套房全都看了。好嘞，OK， 拜拜。哎，日理万机啊，你这是？是啊，好不容易有个休息时间，还不多看几套。你现在首付存的怎么样了？哪儿啊？同心医院什么地段？那房价，我就先随便看看，然后呢，再算算自己什么时候能把钱给存够。你说你这天天啊抠了吧唧的，把钱省下来，就是为了这套房，对吧？当然，我的梦想就是要有一套属于自己的2手房，在同心医院附近，每天上下班步行，这样多好，又省钱又环保。那关键是，那这套房就你一个人住，那也不是个家呀，是吧？当然不是啊，我要跟我未来的老婆在里面住，而且还要在里面生孩子。那问题就来了，老婆呢？老婆在哪儿呢？都没影了是吧？这确实是一个悲伤的问题。哎呀，我现在不是在努力的相亲吗？谁都跟你似的，随随便便就跟家人妹妹在医院里搞出那么大眼。哎，这对你奶啊！你这也太损了吧！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王医生，你刚才看到什么了？我刚才看到家人妹，她其实挺努力的，教家人挺好的。平常的时候你别老在医院里去说她。教家人，挺好的。那你上啊，又没有人跟你抢。3天底的虽好啊，可她不是我的菜。我喜欢的类型是软妹子，萌萌的，喜欢毛绒玩具，然后她一出现就会有粉色泡泡冒出来的那种。王恒，有确定人选是不是？有确定人选了，在这给我演呢，没有，我就是随便说说。是谁？真没有。你跟我说，我又不会跟别人说。哎呀，真的没有。你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，可不可以？不是呀，你真没有。这对你买啊，你买。啊？方曼。啊。回来了，我照着你上次说的绿豆汤煮了一锅，要不给你盛一碗？方曼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呀？我哪里得罪你了？你怎么突然对我爱答不理的？我这个人不爱绕弯子，有什么事你能直说吗？你不爱绕弯子，那你为什么在我面前装？我装什么啦？你就是关系户，还跟我装傻装穷，我还真信了你了，像傻子一样被你哄，居然还给你猜谁是顾院长关系户，指不定那时候把我想成什么。来，我给你看啊，这是我在昆明实习的照片，这是我在医学院上学的照片和丽江我们镇的照片，这里的照片你都随便看。啊，就算我有关系有后台，我干嘛跟你装成这样？我图什么呀？我就为了耍你啊！可是你要是没有点特殊，古院长为什么给你亲自开那么多绿刀？什么成绩都没有，邓大神就能当你代教，邓大神不愿意，徐老师还要你，简直就跟开花一样。我真的不知道古院长跟徐老师心里是怎么想的。我也不知道，原来他们私底下对我这么照顾。好，就算我被特殊照顾了，我也没有对我的工作有一丝毫的懈怠。可是，你就算不相信我说的，你应该相信你亲眼看见的吧？咱俩相处这么多天，你真的觉得我像
关系户吗？不像。你要是有那么厉害的背景，也没必要和我一个小护士演那么多戏。况且你还掰了3000个瓶子，跟所谓的关系户又不一样。对不起啊，我没有好好考虑，就都怪你身上。你生气啦？气，当然生气了。我煮了这么大锅绿豆汤，你居然都不赏脸。好，现在问题来了，我到底是哪门子关系户啊？学车技术不错呀。干嘛呢你们？等你呗，等我？干啥呀？有话想问你。啥事儿啊？你为什么跟我说他是关系户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不全同心都知道吗？我怎么不知道呀？就是啊，你看他像吗？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。你记不记得上次他拓展训练没有去，后来古院长来急诊室问我怎么回事儿，还亲自帮你请了假。不然你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？对哦，好像这件事情除了邓大神骂了我一顿以外，别的人就没有提过这茬了呢。就是，古院长帮你一个新人请假，这咱们同心史上第一遭啊！哎，你不会一点都没听说吧？不知道。哎，你不会真是古院长的私生女？你胡说什么呢？这能乱说的吗？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？哎，小娇啊，这是你第一次在同学做门诊吧？嗯，不懂没关系啊，多学多看。好。那徐老师啊。啊？哎，算了，没事儿。哎，没事，有什么话想说的，现在就问吧。那个传言你应该听说过吧？就是说我是古院长的关系户。啊，我倒是听说过这个说法。哎，你不会觉得我是因为这个传闻才愿意当你的代教老师吧？那你为什么要我呀？邓老师都这么嫌弃我了。因为，因为我能从你身上看到许多别人没有的闪光点。哎，还是我主动跟古院长提出的要求的，跟你传闻没关系，别多想。谢谢徐老师。对不起啊，是我对我自己太没有自信了。别忘了，你可是大名鼎鼎的焦3000啊！门诊的病人都等着呢，快走吧。哎。小娇啊，待会儿不用紧张啊。我在病房的时候就不太能搞得定。这个门诊跟查房啊不一样，你就当从头开始学啊。这个仔细一点，耐心一点，实在不行还有我呢。今天门诊是1个上午。行，那我们就开始。好。土豆西，土豆背，土豆西要背。可以回去啦。谢谢姐姐。不谢。
我就听一下好吗？可是你不让我听的话，你的病是不会好的。请你配合一下好吗？医生，你轻点行不得啦？别把孩子弄疼了。我还没有碰到他呢。没事，小倩，我来。来，我来看看。小朋友，看看这是什么？想不想吃啊？病好了再吃啊！来，拿着。啊，来，呼吸。好了，乖了啊，找了去找妈妈，好不好？啊，好了，不哭了，你看多棒啊！好了啊，那个阿姨给你检查病吧。好，找妈妈，走了啊。开了3天的药，连吃3天就好了啊。来，这边。好了，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啊，吃点药就没事了。乖。好了，门诊终于结束了。对不起啊，徐老师，到头来都是你一个人在看，我除了捣乱，什么忙也没有帮上。没关系，门诊啊，就是这样。这些小孩子呢，这一个个精力啊，比我们大人都旺盛。如果我们不能找出自己的节奏去对付他们，那确实很辛苦。对不起。好了，小倩儿，不要再自责了啊！记住了，自责是最大的负能量。你待会儿先去吃饭吧，下午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病人要接待。嗯。好啦，三千姐，你吃一口吧。你不开心也别不吃饭啊。来尝尝我们大厨师的糖醋秘制小排，吃完保证心情好起来。别想了，刚来的都这样，慢慢适应就好了啊。你在云南的时候不是做过门诊吗？那边不这样吗？以前在昆明的时候，哪有现在这么忙啊？我现在一天要看几10个病人，这病人一多吧，就立刻暴露出了我的各种短板。哎呀，现在的孩子真是家里都是大宝贝，来看个病，就跟逛公园似的，一来就是一大家子，有些还跟7嘴8舌的指挥，甚至有些家长来之前还要查百度。所以我跟家长沟通就是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了。本来孩子生病了，情绪就不好。搁以前我还有时间慢慢的缓，但现在呢，我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去安抚孩子的情绪。哎呀，这实在是太难了，我甚至都怀疑我是不是不适合做儿科医生。咱们同心啊，全国各地的孩子都有，什么疑难杂症呢都会遇到。还有这些孩子之前在别的医院都看过，把咱们同心当成最后的希望了。那些家长把孩子们带过来，都是抱着最大的希望来的，心理压力都特别大，所以沟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我是不是真的有这么笨呢？其实有那么一点点啦。完了，那你都开始说我笨了，那我完了。哟，大家都在呢。怎么了，3000？我们3000姐啊，正为了门诊的表现，烦得一点都吃不下去饭呢。我跟你说，3000啊，幸亏你现在的老师啊是徐秉泽，这要是换了邓大，
对了，曼曼，我有礼物送你。这么多啊！还有 KT 猫，你怎么攒的？你太大方了吧，谢谢。没事，回头啊，我再攒点，到时候一并给你啊。我还有个病人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拜拜。拜拜。哎，这么多年啊，没想到啊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PICU 的抠王大方。什么呀？人家是真大方，你看这么多呢，你知道这东西多难攒吗？我觉得你俩这关系不简单呢。吃饭。哎，家人吃饭，吃。快吃一口。尝一口，尝一口。哎，小娇，来的正好，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，徐老师？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病人来了。来，慢一点。慢点啊，小心。酒。补楼谱啊。徐老师，这到底什么病啊？这么严重？一会儿就知道。患儿姓名于宁，男，10岁，疾病诊断是 Wilson 病。Wilson 什么病啊？ HLD 肝窦状核变性。我也不知道啊。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神经遗传病，人体内的 ATP7B 基因突变导致铜离子代谢出现了障碍，大量的铜离子积蓄在肝脏、脑、肾这些器官里，导致了脏器受损，比如肝炎、肝硬化、肝功能衰竭、帕金森综合症。行啊，你背的比我都溜啊。而且这种病还好发于5岁至35岁之间的青少年，男性大于女性。如果治疗方案不恰当的话，致残率和致死率也是蛮高的。这么严重？遇到疑难病例，你应该想的是如何征服它。我就是觉得孩子挺可怜的。所以你意志提高不了啊。咱们回去说这个问题啊。不过这个孩子这么着急转到咱们院里，我估计是爆发性肝功能衰竭了。现在这个时候，如果不做肝移植的话，那就危险了。现在患者有溶血性贫血、肝硬化、脾功能亢进。肝性脑病如何？已经有脑水肿的情况，在我院出现过2次，颅内压升高到3000帕的情况。如果患者的颅内压再次升高的话，不准备肝移植是不行的。送进来的时候，应该对他们的父母进行过检查吧？肝源匹配吗？看来得尽快找到肝源才行。上生物人工肝呢？生物人工肝？用生物反应器和免疫隔离装置，暂时代替患者的肝功能，促进患者自体肝功能的恢复。这样一来呢，也可以为那些等待肝移植的病人争取上时间。可这个技术现在还在临床阶段，如果贸然使用的话，很有可能排异，甚至是致癌。我知道，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不上生物人工肝的话，患者颅内压再次升高的时候，我们还是找不到肝源，到时候怎么办？现在如果上了生物人工肝，或许还能拖延他颅内压再次升高的时间。你又想拿患者做实验？这怎么叫做实验？行了行了，这时候啊，就别扯些没用的了。大家听听我的意见吧。现阶段最重要的，我们还是要寻找匹配的肝源。当然，这段时间里面，我们对患者进行常规治疗。如果在找到肝源之前，颅内压再次升高，就上生物人工肝，有意义吗？都没意见是吧？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好，那我接下来讲一下具体病情。生物人工肝。
哎，娇娇还没睡呢。啊？嗯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今晚急诊都快炸了，全是人啊。哎，你怎么在弄肝移植啊？嗯，我一定要参加这次手术。那你加油，我相信你。嗯。哎呦，拿错了。师兄。啊？什么事儿？啊，没事儿。哦。哎，对了，你饿吗？我正好我想去弄点饭，你想吃点啥？不用了。火锅面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家人，在上海还好吗？生活上习惯吗？工作怎么样？哪你想那么容易啊？这里跟我们老家差别太大。刘关。嗯。加油。谢谢。老公啊，你这一晚上没睡觉啊？嗯，我没事儿。你这都快40的人了，天天不是看书就是做手术，你也不睡觉，你身体受得了吗？以为自己大小伙子呢？快去睡会儿。哎呀，睡什么睡啊？不行，时间来不及了，我得走了。还早呢。哎呀，不早了，再去晚了呀，又没车位了，我又得停到小区旁边。你说你们同心有什么好的啊？你工作10几年了，连个车位都不给你。快了，快了，再有2个月我就满15年了，到时候就有自己的停车位了。走了。啊？哎，你等会儿，我给你拿个面包。哎，徐医生，赶紧的，这有个位置。好好好好。
来来，倒。来，再来一点。哎，好哦。谢谢啊，小何。哎，没事，徐医生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您还有2个月就有专属车位了吧？你记性不错呀。那是，就怕到时候您习惯成自然，还来这里找车位。怎么会呢？行，你忙着啊，我走了。还差2个月，就是整整15年了。在这14年零10个月里，徐秉泽一直是童心任劳任怨的许医生，是古老师的好学生，是邓子昂的好师哥，是所有人的好同事。哎，坐吧。现在，他还是焦家人的好师傅。在这么多身份之下，他逐渐失去了自我。或许只有他知道，他太需要一个机会能证明自己了，太想让所有人明白，自己除了这一份兢兢业业，还有高超的医术，还有在医学上的追求和理想。而眼前的这台肝移植手术，可能是他最好的机会。徐老师，上午门诊已经结束了，去吃饭吧。好，你先去吧，我待会儿就过去。嗯，那我去了。嗯，先去吧。徐老师，哎，你说你又坑我双鞋，你什么时候能把鞋钱给我？我什么时候坑你双鞋了啊？我这刚……哎，别跑这么快，你刚吃完饭，小心肚子不舒服。哎，我这还没吃呢。哎，我到了餐厅才发现我员工卡忘带了，我得给赵三金带饭呢。我跟你说了。哎，这样，用我的卡吧。哎，谢谢啊，省得我再跑一趟了。我就说你最大方了嘛。哎，妹子，是不是不太懂规矩啊？用我们扣王的卡，待会儿花多少得转到手机上。嗯，是不是要给娇娇买了？啊，用我的，不用我。怎么哪都有你啊？1顿饭而已，拿去随便刷。为什么现在就1顿饭而已？你怎么就随便请我？哎，我说你最近是不是皮痒啊？你信不信我让邓子昂在你身上抽2刀？哎，你别走呀，我请你吃饭呀！不用了。我要请他吃饭的，是他自己不吃的啊。你们还真有意思。走吧。徐老师，小娇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这些东西哪儿来的？我找外面护士借的。他们不知道我晕倒了吧？我借了东西就回来了，还没来得及说呢。来，你吃颗糖。那就吃颗糖。不用了，没事，把眼镜递回去。哦。要不下午跟主任请个假，让他把下午的手术重新安排下人手。千万别，我休息会儿就好，别耽误工作。可是，哎，小佳，你听我的吧，要是让人知道我连手头的工作都坚持不了，我还怎么争取别的工作？我的意思是，现在科里人手本来就不够，如果我再请假的话，我会给别人添负担啊！不用。可是你已经过度疲劳了，再这样下去的话，真的会累坏的啊！我是医生，我心里有数啊。小佳，你答应我一件事，我晕倒这个事儿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好，我不说。喂。啊，好，我马上来。徐老师，我去项目传达室，您再休息一下。我待会儿回来给你拔针哦。你再休息一下啊。
师兄，快递收到了，我现在准备把它打开喽。咱俩这么深厚的革命友谊，必须要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幸福。你也抓紧给我找个妹夫，别光顾着忙工作。我知道，你一定会觉得我无情无义，但是，我这么对你是有我的理由的，请你理解我，好吗？我知道，一时之间你肯定接受不了，但是就算我把你留在身边，迟早有一天我们还是会分开的，就像现在的我一样，要学会放手。吓死我了！干嘛呀？我还想问你干嘛呢，嘀嘀咕咕的。我扔垃圾呀，还能干嘛？这不是你那宝贝仙人掌吗？你干嘛扔了呀？谁宝贝它了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这片仙人掌对我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。啊，因为你那梁师兄吧？你不会跟人家表白被拒绝了吧？真要这样，那倒好了呢。我现在连个表白的机会都没有了。不是吧？他要是真结婚的话，怎么能一点征兆都没有？会不会是你自己一厢情愿了？不可能。师兄他对我很特别的。特别？怎么特别了？剪龙卷的时候，也对我很好，在食堂还请我吃了好几顿饭呢。办公室的桶装水都是他来换，还有啊，下班回宿舍还经常让我搭他的车呢。那他有这样对过别人吗？有啊，师兄是个特别好的人。问题就在这儿，这种人呀，有一个统称叫中央空调。你以为他只暖你一个，其实啊，他春风入暖送万家。当然，我没有诋毁你师哥的意思啊。你说的对，看来是我自作多情。他要是真喜欢我的话，就不会送我这样一盆特别的花了。好啦，没关系，不还有我陪你呢吗？你看，这个长得像不像你？虽然没有光芒，但是也很灿烂呀。他长得这么难看，一点都不像我。那你要不要的话，我拿回去防辐射了啊。哎，还给我，我也要防辐射。徐医生。徐老师，你再休息一会儿吧，等码好了我叫你。没事，已经好多了。别的医生麻醉的时候都不用盯着他，你好细心哦。习惯了。你还记得这孩子吗？当然记得了。陆正宇的病呢，可能是阑尾炎引发的腹膜炎。你确定那小姑娘没看错？这个你放心，我非常确定。
真的不是肠胃炎吗？不就是肚子疼，有点发烧吗？小雨的症状已经是阑尾炎的症状了，你应该早点带她来看医生。我这也是怕耽误了孩子学习嘛。我现在给你注射止疼药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坚持一下啊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医生啊，这个阑尾炎也不是很严重的，是吧？一般早期的阑尾炎呢并不严重，但是小雨错过了最佳治疗期，而且已经穿孔了，并且导致了腹膜炎，所以呢必须在恶化前尽快手术。还要手术，这么严重呢？你先别着急啊，即使是手术，也不会是很严重的手术，放心。你对小雨印象挺深刻啊。小雨这孩子很特别，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，还不愿意跟人说话。对别人用心是好事。您不也一样吗？一定要看到病人麻醉好了。哎呀，我不像子昂，在技术上本身就有天赋，所以啊，我只能在细节上多做一些努力，比如说多观察呀，这样就能在其他方面减少失误。走吧。徐老师，刚才最后的时候我是不是没有跟上你？还好，差一点。不过你今天表现已经很不错了。谢谢徐老师。徐师哥，哎，子昂，徐师哥，哎，手术顺利吗？挺顺利的。小娇啊，今天起了很大的作用。是吗？进步很大呀。谢谢邓老师。哎，你那儿怎么样？啊，我小手术，今天他主刀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孩子得了先天心脏病怎么办？先天心脏病是人在胚胎发育的时期，由于心脏和大血管的形成障碍，引起局部的解剖结构异常，或者出生以后应该关闭的通道却没有能够闭合，所以称为先天心脏病。这样就导致新鲜的动脉血和含氧量少的静脉血相混合，出现缺氧的表现。严重的孩子会出现生长发育落后，或者稍微活动一下他就很累，或者经常得肺炎住院等等。先心病的发病机制至今没有确切的定论，可能跟孕期的环境、基因突变等因素是相关的，但是并非具有100%的遗传性。随着现今产前技术以及优生优育等学科的发展，绝大多数的严重的先心病可以在产前由胎儿心操诊断，医生会根据诊断结果指导父母是否继续妊娠。现在呢，绝大多数先心病可以通过手术达到治愈，一些程度较轻的先心病是无需手术治疗的。部分先心确实影响生长发育，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尽早选择合适的手术时机进行手术。最为严重的是一种复杂性先天心脏病，部分复杂性先天心脏病需要紧急手术，缓解症状，为下一步手术纠治争取时机。最后要提醒广大的家长朋友们，如果孩子被诊断出先天心脏病，一定要找正规的儿童心脏专业的医生就诊，制定适合孩子